今天我們要追問一個科學史上最深的謎題：地球上的生命到底是怎麼開始的？生命不是憑空冒出來的，它需要能量，需要水，還需要一整套剛剛好的化學元素。問題是，早期地球真的具備這些條件嗎？還是說，生命的出現其實是一連串極端事件共同推動的結果？最新研究正在改寫我們對早期地球的想象。過去，人們常以為地球形成後，很快就冷卻下來，海洋出現，有機分子在水中慢慢組合，最後形成最早的生命。這個故事很美，但證據並不完整。現在，科學家看到的早期地球，可能完全不是一顆溫柔的藍色星球，而是一個被撞擊、岩漿、蒸汽和巨大潮汐撕扯的熔岩世界。大約46億年前，地球剛剛誕生，那時它不是今天的樣子，而是一顆混亂、熾熱、火山遍布的星球。不久之後，一顆火星大小的天體特伊亞撞上地球。這次撞擊不只重塑了地球，也拋出了形成月球的物質。而當時的月球離地球非常近，近到它的引力不斷拉扯地球表面。地球就像一團被反复揉捏的麵團，內部被潮汐加熱，外部被厚厚的蒸汽大氣包住。這意味着地球可能沒有很快冷卻，它很可能在數億年裡一直維持着極高溫。聽起來，這樣的世界完全不適合生命，但真正的反轉就在這裡。這個熔岩世界可能正是一座巨大的天然化學實驗室。高溫、蒸汽、甲烷、二氧化碳在強烈陽光和火山環境中不斷反應，其中一個關鍵產物就是氰化氢。氰化氢對人類有毒，但對生命起源來說，它卻可能是關鍵原料，因為 RNA 和蛋白質的某些核心結構都可能從這類化學反應中一步步建立起來。換句話說，月球的引力、溫室大氣和熔岩地表，可能在地球冷卻之前就已經把生命需要的原料烹調出來了。但地球不是單靠自己完成這一切，另一部分原料來自太空，隕石、彗星、宇宙塵埃，在早期地球上不斷降落。近年的天文觀測也發現，在新生恆星周圍的塵埃盤裡，確實存在複雜有機分子。例如，在 V883 Orionis 這類年輕恆星系統中，科學家發現了能夠形成氨基酸前體的分子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生命的原料可能不是地球獨有，它們本來就漂浮在宇宙塵埃裡，等待被帶到年輕行星上。甚至像甘氨酸這類簡單氨基酸，也可能在太空冰冷的塵埃表面形成。早期地球就像一口正在沸騰的大鍋，一邊自己合成有機分子，一邊接收太空送來的磷、硫和其他生命元素。等到大約40億年前，地球終於開始冷卻，液態水出現了，海洋形成了。那些被火山、閃電、陽光、月球潮汐和宇宙塵埃加工過的物質，終於進入水中，生命的舞台開始成型。但這裡還有一個問題，生命需要某些元素，可是太多了也不行。例如硼，它對穩定 RNA 所需的糖類很重要，但早期海洋裡如果硼太多，反而可能有毒。那生命怎麼跨過這道門檻？研究提出一個有趣答案：電氣石。這種礦物可能像一塊地質海綿，吸走多餘的硼，只留下生命剛好能使用的量。也就是說，生命不是只靠化學，地質環境也在幫忙調節條件。而所有線索最後都指向一個地方：海底熱液噴口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黑煙囪。在深海中，滾燙的流體從地殼裂縫噴出，帶着鐵、硫、氫和各種礦物質。這裡沒有陽光，卻充滿化學能。實驗顯示，在這種環境裡，許多類似生命代謝的反應，可以在沒有細胞的情況下自然發生。換句話說，生命最早的能量系統，可能不是誕生在細胞裡，而是誕生在岩石和熱水交界的地方。更驚人的是，火山玻璃也可能參與其中。科學家發現，當核苷酸穿過某些火山玻璃時，能夠形成類似 RNA 的鏈狀結構。
RNA 是生命儲存與傳遞資訊的重要分子，這代表早期地球的火山爆發、隕石撞擊和玻璃質岩石，可能都不是災難背景，它們本身就是生命起源的工具。那麼，細胞膜又是怎麼來的？研究顯示，在熱液噴口中，富含氫的流體遇上富含碳的海水，可能自然生成脂肪酸，而脂肪酸能形成小小的泡泡，這些泡泡就是原始細胞膜的雛形，它們包住有機分子，讓化學反應不再四散流失。於是，一個更接近生命的系統出現了。後來，動溶循環也可能推了一把，水反復結冰、融化，讓這些小泡泡融合、變大、變複雜，一步一步，從化學反應到分子鏈，從分子鏈到脂質泡，從脂質泡到原始細胞。這條路還沒有完全拼好，我們仍然不知道每一個環節如何精準銜接，但現在的圖像已經越來越清楚。生命的起源可能不是一場簡單的奇蹟，而是一個漫長、極端、精密的行星工程。它需要熔岩世界的高溫，需要巨大月球的潮汐加熱，需要厚重大氣的溫室效應，需要太空塵埃送來原料，需要海洋、礦物、火山玻璃和深海熱液噴口，甚至還需要剛剛好的元素濃度。所以，當我們尋找外星生命時，不能只問那裡有沒有水，我們還要問那裡有沒有足夠的化學能，有沒有熱液噴口，有沒有適合形成有機分子的環境，有沒有像早期地球一樣經歷過一連串極端卻剛好的事件。木衛二和土衛二的地下海洋也許就藏着類似的答案，但在我們真正抵達那裡之前，一切仍是懸念。生命也許不是偶然，但它也絕不簡單。它像是一道宇宙級的配方，每一種材料都必須在正確的時間、正確的地點，以正確的方式相遇。而地球可能只是我們目前唯一知道這道配方曾經成功煮沸的地方。